美国现在目前的那个经济状况、贸易状况，对吧？我刚刚讲了，这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发现债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大家对那个美元那个信心就会崩溃嘛。你怎么拥有几个人坐在那儿看这个电影，然后呢，就是里面就一句话是不对，这个电影就不能进中国？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14亿人有几个人在那儿管着？可以看什么，可以听什么，可以那个读什么？这个社会本身这个问题是大的不得了，跟他所讲的，他现在讲的都是这样讲，党的力量越来越大了，或者他个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这跟老百姓普遍的这个所谓生活幸福啊、安定啊，这个还距离非常远的。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今天呢，我采访的呢是华裔经济学家文冠中教授。文冠中教授是美国康州3一学院经济系的荣休教授，他也是华人经济学界最具洞察力和制度批判力的学者之一。文教授研究的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土地制度、中国政治经济、全球化和中美关系。他以深刻分析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面经济结构性问题而著称。在他看来，中美冲突的本质绝非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深层次的制度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对抗。所以我们这次采访呢，也围绕着川普总统最新推出来的全面征税政策展开。吃亏受苦的其实是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习近平这几年的政权和在国内的这种控制力，它其实是更加，政权不一定稳定，但它的控制力其实又进一步的加强了。之前就有放风嘛，说如果川普再上来再用贸易战这个手段的话，中国准备好了。所以他也送了很多官方文人出来说了一些话，中国准备好了，然后还讲了几个，就是中国不管是从产业链的完备上，从具体的这个增强内需、减少对外出口的依赖各个方面，中国感觉准备的更好了。包括周末也出来了一些说所谓要这个报复性的对等加关税。所以您会觉得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应对这个事？而且美国它有没有一个就像您说的这么精密的这么 sophisticated 精致设计的一个针对中国的谈判？因为现在所有的包括看很多股市啊，看市场的人也在说，接下来看美国的经济怎么样，也要看中国给一个什么样的报复性的对等条件。对世界经济是有这个变化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但会不会变成了西方这边或者美国这边快速的经济有一个受挫，但是中国确实又准备好了？您觉得中国会有哪几个手段来应对呢？接下来他们会干嘛呢？中国呢，它当然也是从那个政府的层面来说啊，特别是从习近平的那个层面来说呢，他当然希望能够保存自己的面子嘛，因为他一直在讲，已经讲了差不多10年了嘛。从上台开始这样，他就认为是东升西降嘛。那么所以呢，也因为是这个嘛，所以他到处到世界上，特别是到这个金砖五国，特别是对那个普京都在讲是100年未遇的一个大变局嘛。那么这个变局嘛，他的意思既然是东升西降嘛，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都在衰败之中，那么然后我们这一边是越来越强大了，对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论调他不会改变，因为改变了就说明他执政已经失败了嘛。那么大家就说你这个上台10几年，你在搞什么搞了？完全走了一个弯路嘛，对吧？所以他要防止他一定要保持一贯的这个说法。那么从经济的那个增长的速度呢，他那个施政10多年呢一直在下降，所以呢并没有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像比以前要好，这个不承认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从那个经济的困难程度呢，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那个房市已经你拿房价来说了，房价已经下降了差不多1/3了嘛。那么也是全体老百姓的那个财富那个总量就缩了1/3了。那么
因为这个1/3缩水以后，那个老百姓这个消费现在就萎缩的很明显。你像那个拿上海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南京路、淮海路啊什么，很多大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对吧？里面本来都是人山人海的，现在就空荡荡的，那个只有那个电梯还在那空转，有的那个精明的那个管理者就把那个电梯都关掉了。那么你说你要跑，你就自己走上去吧，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情况，那个很普遍。那个还有那个深圳也是，深圳很多对外的那个企业现在倒闭的倒闭，转移的转移。那么很多农民工只闲狂，或者就回到那个老家，他倒也不是回到那个农村，他就回到自己所在的那个县里面，在那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都是很普遍的发生了。那么另外，他财政上也非常的困难。你看到目前为止，改革已经40多年了，连那个所谓劳保、医保和就业失业救济的城乡一体化，他都没有完成啊。他只能照顾城里面的那些人，那个农村里面的那些人都是象征性的给一点钱，那个讲就是说出来，你到世界上说出来就是笑话，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那个困难还是存在的。那么当然了，本来那个如果中国愿意继续改革，那么沿着这个路走下去的话，确实是，就是能够进城，而且能够定居下来的那个农民，转换成现代社会的公民的这个概率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对吧？至少就是说，你那个生意农民工，他本来是不可能成为农民工的嘛。那么他现在，一个脚已经跨到城市化里边去。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就是一个生活水平和那个所谓的公民素养的一个提高。所以呢，这个本来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对吧？那么现在也终止了。现在那个城市化那个很困难发展下去，那个因为农民根本没钱。那么你房价已经即使你下降了30%的话，还是太高啊，跟相对于农民的那个收入来说太高了，对吧？另外你还有个户口问题，不准你那个配偶团聚，不准小孩跟你团聚。然后呢，即使你那个把那个小孩带到城里面，他要就地上学的话，也是困难重重，对吧？等等。所以呢，这个社会本身这个问题是大的不得了，跟他所讲，他现在讲的都是在讲党的力量越来越大了，或者他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大，这跟老百姓普遍的这个所谓生活幸福啊、安定啊，这个还距离非常远的。所以呢，当然了，就是世界本来是说，那么我们给你指出一条路，对吧？就是逐渐的市场化，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能够走上那个民主宪政的道路，那是最好的办法。那么他现在要死守这个，就是连那个俄国都已经抛弃那条路，对不对？俄国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就要相信共产，来不来这个每个那个几个月就要学习一下什么共产党宣言什么的。那你就拿这样的人就一点办法没有。那么现在归纳出来呢，我就认为他是想要，为了党的利益，或者为了他小团体的一个利益啊，他要牺牲全体老百姓的利益。那么这个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呢，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呢，世界暂时也没办法。所以呢，只能是说呢，你既然这个体制是这样的损害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利益的，那么我们不让这个体制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强有力，对吧？因为这个体制并没有这个造福于全体这个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嘛。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在道义上也是成立的，就是说而且呢，中国老百姓最后也会认识到，就是说为什么西方现在采取这个措施，包括那个川普采取这个措施，并不是说要使得你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艰苦，而是说呢，我们不能让这个一个怪物，这个一个怪兽，对吧？就是权力高度的集中，而集中起来以后，他要去搞那个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政权变得更加强大，变得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变得在世界上那个好像那个没有什么阻力，大家还要欢迎他，还要对他开门，这个局面要把它结束掉。我觉得这是对的。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西方或者这个开放自由市场这边
遇到的问题哈，因为美国跟这个盟国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大家有点担心，因为还是之前认为美国不管怎么样是这个自由贸易市场体制的这个主导者嘛，但他现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倾向就是先把美国利益放在前面，然后大家也在担心它是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但是这个西方阵营，它虽然这个阵营美国现在也不太接受，但是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制度阵营在这里。先抛开这个不说，今天中国这边中国这么多年美国我们看英文媒体西方媒体老在说，就是强调中国的实力的强大，它是作为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听您讲我是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身在美国，但是您谈中国的问题特别接地气，特别细。有一个对媒体上也很大的应该改进的地方，就是现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谈中国老百姓普通的这个具体贴近的这种生活，就国进民退，这个民退到什么程度，这个我觉得观察的点不够。所以导致了大家都把中国的所谓的一个强大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您是把它切得很细的，就是它这个国进，但是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是受到很大很大损害的。但是现在的如果像川普这样一个，您认为反正这么多年政权在稳固，但老百姓又没有受益的话，西方至少先停下来，不要让你这个庞然大物再继续说白了就是侵蚀自由市场的利益来填补他的政权的实际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会不会短期内中国还是会继续受益？因为现在各个国家都要解决各个国家具体的问题。上周让人有点担心的就是中国和日本和韩国站在一起要谈共同反制美国，然后欧洲现在也要反制美国，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反而是短期内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老百姓又要跟着一起过苦日子。这好像那个韩国和特别是日本都否认了嘛，否认他们会谈的时候是在谈这个要共同反制美国嘛。后来他们是提出那个抗议的，他说是我们首相或者外长没讲过这个话，你们怎么把这个话加到我们这个外长或者首相的那个？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生存，是离不开跟美国结盟的。那么在这么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你像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是说不准备采取反制，对吧？日本跟南韩都是这个态度。那么然后说要求尽快的会见这个美国的同行，我们一块来讨论怎么办。就是跟那个中国的那个，跟中国如果是要结盟，要一块来反制这个美国的话，我们应该共同一个声明一样。那么然后我们共同要反制，我们共同要怎么？你看当时那个就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是这样的，只要那个苏联发一个声明，10几个国家一块也第二天也发一个声明，而且那个口径都是一致的。那么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是我们频频的看到那个美国跟日本，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欧洲，对吧？美国跟北约，共同发表声明，把那个台湾问题也提出来，南海问题也提出来，对吧？很多问题都提出来，对吧？俄乌战争，就是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还是一致的。那个我呢，现在想要回到啊，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目前的那个所谓经济状况、贸易状况，对吧？我刚刚讲了，这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发现债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大家对那个美元那个信心就会崩溃嘛。那么，然后呢，你那个贸易赤字也是，贸易赤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你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就是说，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谓是产业空心化继续在发展，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跟世界各国交换了，对吧？那么，然后呢，你的高科技什么也不够，那么你所有的东西都要越来越多的进口，那你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了呢？对不啦？
总有一天大家说，哦，原来你是完全空心化了，对吧？现在还没有完全，那么你完全空心化，那么你这个国家就崩溃了嘛。所以呢，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是肯定的，因为从经济学上说，你怎么可能借债永远借下去呢？对吧？这个从每个家庭也是这样的，你一天到晚借债，那到最后大家都不借你的那一天呢，你这个家庭就过不下去了。所以呢，就说迟早你一定要采取措施，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而且这个问题呢，本来在 GATT 的那个情况下呢，没有发生，因为 GATT 呢，当时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说我要搞中央计划经济，所以呢，你既然要搞一个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体系的话，我们就不参加，对吧？因为免得呢影响我们的那个自由这个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嘛，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华沙公约，不叫京沪会，经济互助合作组织，那么也是有10几个国家，那么以苏联为首，那么他也是搞那个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他是搞的，但是在国际分工的时候呢，是由苏联一家指令，就是你是应该干什么的。那么他当然是老子党嘛，所以呢，所有的儿子党呢都听着。但是其实有很多国家是不服气的嘛，就是为什么我就永远搞农业啊，你呢一天晚搞那个精密仪器啊，或者那个什么机械啊，什么等等。那么里面矛盾很深，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它不是市场经济之间的这个合作，它完全是国家这个行为，所以呢它没有效率，也没有这个所谓创新的机制。所以你搞了20多年以后，你想那个搞不下去，那个里面矛盾重重，那么另外呢就是效率很低，对吧？那么呢随着那个苏联的崩溃嘛，那么这个京沪会也解散。那么GATT 呢，它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之内，而且是用市场经济的原则，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它不是靠那个补助，所以呢，就是美国当时这个处境还可以的。那么当 WTO 以后，他就接收了大量的，也不能说是大量的，就是说主要是以中国为主代表的，后来那个俄国什么都进来的嘛。那么就是实际上是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又把它作为市场经济的对待。为什么？因为你单边开放了，单边开放以后呢，你发觉呢，你一下子的空心化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为什么说，就是这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我现在又有点重复了，就是说为什么在对等关税它是不够的，它的对等关税一定要区分，就是对方是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也许对等关税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我刚刚讲的那种怪物，对吧？它是一种完全没有要素市场的，或者要素市场是严重扭曲的，完全用党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他也把整个经济体作为一个军队一样的来指挥的，他要打哪个国家可以打哪个国家的啊，就是刚才你的那个担心啊，就是像中国这种体制，他如果要去整一个国家的话，那是非常容易的，对吧？因为它是举国体制，而其他国家都是民营企业在那儿搞。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我就觉得美国现在一个对等关税它是不够的，它一定要考虑到它是非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最后画还是画成是关税，但是这个关税就不是对等的问题了，它可能要可能要加倍啊，或者加几倍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当就是301呀，301那个调查呀，就是说你整个一个非市场经济，所以呢，我们不能以你们国家的价格作为一个参照系，不能够。我们要去找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是有人权的，是有工会的，有福利的，有各种各样健全的那个所谓那个退休金啊，什么医保啊，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对吧？因为你不是自称是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嘛，你是一个世界经济等于最大的嘛，对吧？最大一个经济，那么你什么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和农民工，怎么连这种待遇都没有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所以我们不能以你这个国内的那个价格为基准，
我们另外去找一个国家。好比说你用巴西，因为巴西呢基本的这个制度都有。你看前段时间那个巴西不是发现那个中国有一个厂在那儿搞的那个像那个工奴一样的嘛，对吧？后来那个里面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嘛，那这个巴西人更看不惯，就是你们中国人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是好像把这些人都送回去了，对吧？送回中国去了，就是说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发达程度跟你差不多，但是它基本的这个人权啊，这个福利啊什么是有的。那么以这样的价格体系来衡量你的产品，那么你的产品绝对是一个倾销，因为是比这个巴西的产品不知道便宜多少。那么就要问呀，就是说你这个发展经济是为什么呀？你难道是来损害别的国家吗？你为什么不能把那个好的那个这种成果让那全体老百姓分享呢？他们不是你自己的人民吗？对吧？你一天到晚说我要关心人民啊，对吧？我们只看到你请客那个外宾的时候，这个奢侈豪华比那个古代皇帝还要豪华，我们看不到这个普通的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生活怎么幸福呀？我们看不到，对吧？那么就要求用这个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的标准价格标准作为参照系，然后来看你的生产的成本到底是有没有扭曲嘛？那么这一比的话，那你的那个关税有可能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价格，那你可能这个要几倍所谓的对等关税。所以关税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手段，但它对某些国家是不是一定要严格的用对等，我是提出一个建议。明白了。其实您是在回顾原来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原来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假设是各个国家都会放弃这个关税啊，是那个就是所谓30嘛，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如果是原来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的话，这个共识的前提是有一个价值观和制度的共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因为进入了这个30体制，但是它没有共识，所以原有的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这个模式要放弃掉。现在也有，这也是很多我看什么杂志，经济学人还有一些华尔街日报都直接说出来了，原有的全球化模式结束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拉着这些相对市场经济完备，然后价值观也一致的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结构呢？然后把中国这样制度上是有问题的，经济上又很强大的国家彻底排除在外呢，或形成一个新的阵营吗？这个趋势本身已经一直在发展呀。那个本来不是那个炒得很厉害的那个 TPP 嘛，后来是 CPTPP 嘛，对吧？那个后来就是主导权从美国这个转移到日本，因为日本不肯放弃，说是蛮好的，那么就弄了一个 CPTPP。那么欧盟也是自己在搞一个小圈子，对吧？所以在这个呢，都是本来呢是 WTO 呢是允许的。WTO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搞全球化，所以呢，如果你的各方面的标准低于我的话，劝你不要搞了，你就争取加入到我们 WTO。但是我允许有些地区性的这个贸易组织也好，或者关税同盟也好，对吧？或者是经济体也好，我是允许的，就是什么？你们的各项标准超过我，你们是走在前面的，我们不能拉你们后腿。所以你们如果能够这样，好比说那个欧盟，那 WTO 没有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各项标准，你像国与国之间的人员的交流和流动，他都不反对。然后又把货币统一起来，弄了一个欧元什么的，这都是超过 WTO。那么所以，但是中国不是一样，中国加入进去以后，一直着眼于建立一个最完整的产业链呀。然后呢，又把自己的国家就封锁起来呀，对不对？所以你像那个互联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就是要自外于这个体系的。那么你既然那么喜欢自外于这个体系嘛，那么你就自外吧，对吧？也不是我们希望你加入进来，你加入是有前提的呀。你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
然后呢，你要把那个互联网什么这个所谓那种防火墙什么都拆掉，对吧？人员能够自由往来，然后呢，文艺作品这是很重要的，都能够自由交换，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交往呀。你怎么拥有几个人坐在那儿看这个电影，然后呢，就是里面就一句话是不对，这个电影又不能进中国，你说这个可笑不可笑？14亿人有几个人在那儿管着，可以看什么，可以听什么，可以那个读什么，对不啦？这个都是，就是说，如果你不准备这么加入，那么你就自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你排除出去，对吧？但是我们希望你整个一个国家能够进来，而不是你几个党政军里面有特权的人，或者外交部里面的人能够进来。他们当然是有特权啊，他们可以上网啊，他们可以什么什么的，对不啦？那我们希望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那么我还想讲一个呢，就是说，就是确实现在是很为难，因为什么？因为从民族主义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当然是中国能够加入进来，对吧？那么当然呢，现在美国呢，正在采取，特别是美国，但是其实欧洲和日本都在采取这个措施，要把门关小，要把中国的某些东西要清理出去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说对谁痛苦？就是对这些国家很痛苦，因为呢，我刚刚讲过嘛，你只要开放，每个国家里面一定会生长出来这个跟中国的利益共同体，他是靠做这个中国生意发财的，这个本身当时你这个政府是允许的，而且是鼓励的，所以呢，不能够用今天的东西去讲他们什么啊，他们当时。也是说是啊，你们是中美之间的桥梁哦，你们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啊，或者文化交流啊，这个不能从现在的角度说，你看这个当时他们怎么了？我说，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应该明确，就是说呢，就是说因为国家的安全问题，对吧？这个你待会儿你还会提到，就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另外就是说，你不希望这么一个怪的一个政治体和经济体。它的影响力能够更大，能够使得现在的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世界秩序呢，能够使它崩溃。那么然后呢，以一种新的一种专制的一种政体来主导这个世界。我觉得大部分人大概是不希望的。我自己相信是大部分，包括那个第三世界。国家里面的老百姓也是不希望，因为他们也是希望自由的嘛，对吧？他们不可能接受这个像中国这种很专制的这个社会组织的。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就是说呢，等于是还是两种体制在做一个搏斗。那么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担心，说是很有可能这个代表自由民主的这个秩序可能要打不过了，对吧？要打不过了。刚才你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倒还没那么悲观，没那么悲观。为什么？因为你仔细想想，那个比较专制的这个体制啊，它的那个原动力啊，还是来自于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呀。你看那个它的科技发展，它就跟着人家呀，人家发明了什么东西，他也赶紧把它改进啊，或者成本更低一点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非常不行的，因为我也试过那个DeepSeek， 它里面的回答只要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就完全显出那个党文化的那个痕迹来了。这个在世界上怎么行的？这个不可能的嘛！而且很多问题他都拒绝回答，所以呢，这是科技的原创力。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文化也是没有吸引力的，没有吸引力。他要么就把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拿出来，这个倒是可以，因为中国古代，像现在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哪吒是吧？就是大闹天宫，还有那个什么孙悟空，哪吒，哪吒现在呢也是风靡那个全世界，但是这不是共产党的那个光荣呀，就是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呀，就是你弄了半天，你还搞不过人家那个古代的一种文化嘛，而且是你共产党当时还要消灭的一种古代的文化嘛，你自己党的文化里面就出不了什么东西嘛，
因为他不能够感动人家，因为他最后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要去服从党的一个什么领导啊什么的，对吧？所以他的文化上也不行，因为更高的生活那个形态啊，他一定是慢慢向这方面，向文化艺术，那么这个他也是没有能力，对吧？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科技，然后呢文化，另外就是生活的方式嘛，大家都是希望自由自在的嘛。那你现在这个国家，你像那个防那个新冠那个疫情的时候，你看整个国家像个巨大的监狱一样的，太可怕。这个给人家印象，现在有一个电影不是获奖了吗？这个电影肯定在世界上要风靡一时的，大家都要去看的。是的，因为有一个差异哈，这个媒体就是要老是先看到问题，老是希望就是能够在捍卫这个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去提出一些要警惕的问题。但您作为学者，您的那个分析就比较中立，就是觉得还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您的一点，这个论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对制度的优劣，我们对价值观的这种信心是要很清楚的。就是它这个集权体制，它在一时好像可以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它其实没有真正的从人的福祉、社会真正的这种全面的现代化去更进步的方向去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空壳的怪物。当然我们又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最终是老百姓在受苦嘛，就是比如说现在接下来如果中国硬刚，他说反正我是不可能跟你开放的。你看像韩国、日本、朝鲜那个越南就直接说我零关税了，那咱们就对等吧。其实大家还在表达对一种这种自由开放市场的一个拥抱吧，就我们进来一个，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它不应该是全球的，不应该是对所有国家的，那么就一定会最后还是形成一个制度和价值阵营嘛，就是愿意接受这一套价值体系的国家成为一个联盟。那另外一个联盟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这个所谓轴心国联盟嘛，就是中国啊、俄罗斯啊、朝鲜啊、伊朗啊、叙利亚啊，但这些国家他们其实在经济上没有真正的核心的这种合作能力吧，或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吧，所以其实中国有个新的这种经济政治联盟也是实现不了的。对，那个因为这几个国家在全世界里面当然算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啊。另外呢，他们也没有出现能够好比说高度发展的科技，对吧？高度有吸引力的文化或者宗教，它给人的印象都是很可怕的。你像那个，你如果到伊朗去的话，那很多人都会受不了，特别是妇女绝对受不了。你看，都可以娶几个老婆，对吧？那么然后那个都要头巾什么都要盖好，不盖好的话，就是连死亡的可能都有，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俄国也是，俄国那个管制的非常严。我们到那个俄国去旅游，差不多半个多月，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是死气沉沉的一个国家，没有那个非常那个活力啊。然后，那么你说那个其他一些国家，那个北朝鲜就是世界笑话了，这个简直。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很可怕。那个大部分那个国家都是追求那个自由、民主、平等啊，这些理念，我觉得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嘛。你符合人的本性，那是最强大的力量，对吧？最强大的力量。那么，所以我是当然了，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私下谈。当然，我非常感谢你邀请我。那么，也许会有一些人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谈话的内容。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川普他希望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最后认识到他对有相同价值观的、有相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这些国家，他应该是有一个区别的对待，不应该跟所有的这个专制国家什么都混在一块儿，对吧？他最后应该有一个区别，因为朋友特别是盟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搞什么事情。然后他现在这个，但是呢，我仔细想了一下，他会不会
搞成那个完全的孤立主义或者是经济民主主义啊，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因为他现在好像还是欣赏那个零关税啊什么的这种东西，那么所以各国都是用零关税去讨好他们，那么是说明他最后还是是符合这个 WTO 的原来的那个理想的，对吧？只是说我们这个理想只能在有共同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国家里面能够深化下去。那么跟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非民主体制的那些国家，我们只能是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对吧？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希望他很快的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试错不需要弄了很多很多的代价之后再认识到嘛，对吧？因为这个本身已经是几百年来大家的一种共识了嘛，这是我的一个希望。是，您还是很经典自由主义的那个思维的，就是还是这个，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担心，就是咱们说回来，这个川普这个战略后面的这个美国政治逻辑哈，他现在这个对等关税，他到底是在回应他的本国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现在这种。尤其是铁锈区的这么多年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这些所谓中下阶级，就是这个劳工阶层嘛，大家对自由贸易很失望，都希望真正把美国人的利益，把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放到前面，他这个战略，您认为它是有这种全盘的基于价值观的重新的结构性洗牌，还是它有一点点经济民主主义的色彩？这也是让他的很多盟国很担心的。最近他把加拿大给得罪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关税，他又没有再提加拿大和墨西哥。我知道您是希望他能有一个这种基于自由开放民主平等市场的这么一个模式，您觉得他会往这个方向走吗？还是会不会慢慢越来越走向民族主义，这个把他原来应该拉住的这些盟友给得罪了呢？因为呢，如果你去看他那个一些每天讲话啊，有的时候是好像那个前后矛盾的，有的时候非常粗暴的，那个也不讲策略的啊，但是呢，我只能是这样讲，就是第一呢，他毕竟还是 Wharton School Business School 那个商学院毕业的，也不能说他那个完全，因为他自己也一直在搞那个经济，搞那个商业的，完全不懂那个经济的重要性啊。那么另外呢，看到那个有些措施呢，好比说他现在对那个东亚，对那个南海，他现在在态度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希望保持这两个地方的通航自由啊，那个稳定啊，那个维持现状。那么另外呢，对那个胡塞那个这个游击队，对吧？也门那儿的，他现在愿意这个出兵，那个然后去清理那一带，这个其实对美国好处不是那么大嘛，它主要是会影响北非、地中海和那个欧洲的通航，那么它还是在起一个国际宪兵的一个这个责任，他没有完全退回到就说我是孤立主义，我只要把那个北美搞好就可以了。其实所以呢，我觉得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孤立主义呢，我觉得好像还不能够那么说，对吧？特别是从那个零关税啊什么这种理想的模型，那么本身它还是符合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概念的，它只是说比较清醒了，对吧？不要这个乱七八糟的，所有的那个国家都是一律对待，它是也有区分。那么希望他能够很快的认识到这一点。其他我觉得很难讲，因为我也不能帮他打保票，他一定是怎么样的，对吧？因为他有的时候确实是，但是呢，你像那个俄乌和谈的问题啊，他现在又回到稍微往那个乌克兰这一边倾斜了一点，所以呢，他应该那样讲，他可能脑子里面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个大的战略，就是说能够把那个俄国从中国方面稍微拉开一点，对吧？至于能不能成为美国的好朋友，我是很怀疑的。特别是他那个
卸任以后，我觉得美国接下来那个总统不会去跟那个普京交什么朋友的，但是防止俄国跟中国走得太近，这个从战略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可行了。对美国对那个西方来说也是可行，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个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同情那个川普的这个想法的嘛，对吧？也是认为就是和平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就是我上周还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说好多人觉得会分开中国和俄罗斯，不太可能。但是从战略上讲，如果至少能在这个点上把俄罗斯和中国分开，至少在停止俄乌战争这个方面还是有好处的。而且欧洲您看现在也从来也没有真要跟美国撕破脸嘛，就是没有人想放弃美国，他毕竟还是个老大，还是想拉着他在自由阵营要一直就大家都在拉着跟他谈。所以有一个点就是，如果现在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征税，在这个短期内会不会真的对美国经济还是挺大的影响？这几天股市把全世界的给砸懵了，然后昨天因为周末期间这个亚洲市场都开市了嘛，整个亚洲市场跌得一塌糊涂，所以接下来就是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对美国的经济实际的冲击会有哪些呢？会不会导致中短期的，比如说美国国内的通胀，然后企业成本上升，消费力下降，或者全球的经济等都有一个很大的震荡？这个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各个国他现在对那个所谓对等关税的态度啊，不一样。有的很快就妥协，有的呢现在还要升级，对吧？等等。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出来。但是呢，美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因为从就业率啊，从通胀率其实不高，对吧？那么另外前段时间炒得比较凶的鸡蛋什么的，现在我问问太太什么的，现在都能买到了，对吧？所以呢，现在看不出来，就是说，因为股市呢，它讲的是未来，它不一定是讲不一定讲现在，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那么然后呢，就未来的话呢，其实因为它现在是大家都还算不清楚嘛，就是在对冲嘛，所以有的要卖，有的也有要买的呀，因为股价那么低的，有的人说那我就买进嘛，所以呢，这个过程中也会冲击一段时间，震荡一段时间，跟30年代好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有的人说呢，30年代又回来了，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区别，跟08年房地产崩溃引起的金融崩溃，引起国际金融危机，好像也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那时候房地产确实是泡沫太大了，对吧？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一说，最主要是因为就业好像还可以的，在这个情况下，另外呢，你也要看到短期之内也有一些外资流进嘛，对吧？然后他们要转化成实际的生产能力，可能还需要若干年。那么如果把这个东西慢慢把它考虑进来的话，股市反弹的可能性还是有。所以我并不是非常的悲观。另外呢，我因为也看了财长和商业部长的一个讲话啊，美国的。那么他说，其实跟绝大部分老百姓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股市里面的股票大概就集中在一些少数人手里边。那么我现在倒是想要补充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铁锈带的问题啊。因为铁锈带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背景，使得川普第一任期能够入主白宫，然后呢，他4年以后再一次的，主要还是这帮人把他送进白宫，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了。而民主党确实很奇怪，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采取。他本来是代表工人的啊，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是应该检讨的。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全球化里面必然发生的一个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叫做调整成本。因为你想，本来各个国家都有自力更生的情况下，那么一定要发展所有的工业。那么你要搞全球化，那么大家只能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那么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就要放弃。那么要放弃的这个工业里面，小则几百万工人，大则几千万工人，他们一定要改行，对吧？因为全球化了，那么我是正好在日落产业里面，这个产业是我们本国是没有比较优势，一定要放弃的。我还在里面干什么呢？对吧？那么年轻人没问题，40、50岁的、50、60岁的工人，其实是很难再改行。那么这个就叫调整成本。那么之所以不顾这个调整成本，还要推这个全球化呢，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争议啊，它的争议巨大到呢完全可以抵消这个调整成本。那么当时呢是有这个，您得把镜头往您这边挪挪，您的脸怎么都露不出来了。对，声音还有是吧？声音还有，声音有，我就担心没画面了。我刚才那个在推，好。当时，所以呢，就是说，争议呢，现在呢，主要是有几个国家得到的，那么其中中国是得益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在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你涉及到土地和资本啦，可以有损失，但是它不会再来太大的这个所谓家庭的破裂啊，情感上的一个困惑啊。痛苦啊，离婚啊，然后那个单亲母亲，带出来小孩有犯罪啊，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那个就是所谓就是产业在扩张的这种国家里面，它就比较小，因为越来越多的，你像农民就越来越变成了那个农民工，然后农民工呢，他就享受到城市里面的一些。设施啊、福利啊什么等等，但是在发达国家呢，这就很痛苦，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一下就可以流到发展中国家去了，所以他们损失也很少，对吧？但是呢，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正好变成了失业工人，或者是他们本来很优裕的一个收入，突然改行变成了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招待员啊，或者是打扫卫生的一个工人啊，什么等等等等，他的那个收入就下降。这个就是说，就所谓的在人的这个代价上，就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代价了，对吧？离婚啊，什么等等，单亲母亲啊，小孩成长当中发生的那个犯罪啊，什么，这都是跟这个家庭的破裂什么都有关系，而破裂呢又是跟那个失业有关系。所以这一系列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开始吸毒，那么然后每年有多少人会死掉，对吧？等等，这个呢就变成了铁锈带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人一直在叫，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在搞全球化，那我们这怎么办，对吧？但是呢，始终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所以呢，就是看起来呢，就是全球化是有好处，但是全球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所谓调整成本，如何减少这个失业成本，这个调整成本，对吧？那么显然民主党他这个工作也没做好，那么共和党当然他也没做好，但是呢，至少现在那个总统川普呢2次被这些人推到白宫里面说，你希望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现在呢也在试错，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办法。那么我是希望这个学者提出来，对吧？正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情况下呢，川普正在想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我希望是大家以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态度，去帮助他，而不要就是一味的这个打击他和嘲笑他。明白。现在因为媒体，自由派媒体就是经常会被这个极右攻击成是极左嘛，其实媒体都是相对左一点的，但也谈不上极左，所以就媒体都是要提出问题来的，希望这个总统他能做得更好。
当然，就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就认为媒体对他太不公平了，一天到晚追着川普骂。其实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是美国人选上来的总统，而且也是因为最近这个经济嘛，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说他有可能他的这个基本就是把他推上总统位置的这些对他改善国内的民生哈，这个改善这些铁锈区的这些真正是，而且这些人其实我们接触过的都知道是最淳朴的典型的美国人，就他们没有什么那种全球思维，他们就是觉得以前拥有的生活怎么就没了呢？然后看到的是外来的产品、外来的投资，然后感觉订单都被中国人抢走了。我某一种方式上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态，也希望他们有一个这个 saver 的这个有一个好总统来，强力的总统把他们拉回曾经的这个黄金时代哈。从心态上理解他们，但就从具体的方法上，您觉得像现在美国现在川普说的，短期阵痛。关税最后一定会导致的是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重构，是一种所谓的结构性调整。您觉得这个能实现吗？还是说其实留给川普的时间没那么多？部分的能够实现，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团队也把他想清楚，就是说他到底要什么样的制造业回流，那他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就业，他要回到30年代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或者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那么多国家都加入到这个全球化了，那么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的国家，他们的劳动成本就是很低很低，他们就是愿意承受很辛苦的这个工作环境。那么对他们来说，其实相对于没有全球化之前，他们是改进自己的境遇了，所以不能够一味的去批评他们，说是这么脏这么累的工作，你们怎么也愿意干？那么应该谁来干呢？对吧？所以呢，你只能说他相对于就像农民工一样，农民工我从来不会说应该回到那个老毛时代去，那么我只是说能不能让他们再进一步，对吧？能够向城市里面那种工人的待遇靠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尽管即使靠拢他们其实离开美国的那个工人的待遇还是有相差很远很远，这不能比的。美国这个再差的工人，他有辆车是骑马的，因为不然的话这怎么上班去呢？这中国你说一个工人要开车去上班，这个不知道还要什么时候去？但其实是可以比较快的达到的。但是中国现在它不是嘛，它就要控制这个一般老百姓的那个消费嘛。那么然后又责怪他们不消费，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想讲的就是说，对产业的规划，而且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些产业就是所谓制造业要回流。最后的决定权是由市场来挑选，还是完全由你这个总统一个人来挑选？如果你犯这个错误的话，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错误，那就又走回到中国的路线上。他现在有点这个样子，有点这什么东西他自己拉来的，那么就是说你人走茶就凉，对吧？甚至你人还没走，这个茶就凉。所以呢，所以呢，我为什么说，第一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国家都甄别开来。如果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市场体制的，那么其中也有很穷的国家，有中等发达国家，有很发达国家，应该继续深化这个所谓这个范围之内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那么那样的话，你可以广泛的使用到这个比较便宜的劳动力。那么有些产品永远不可能在美国生产，那这不可能的。那么你就很放心的可以有这些国家，同时给这些国家也有一个这个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机会，对吧？同时呢，又是比较牢靠嘛，是一个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嘛。所以呢，在这个其实呢，就是从拜登来说，一直在沿着这个道路在前进，那么我觉得川普他应该还是就是有岸的那个外包，这个应该继续下去。那么然后你就集中在美国有比较优势的，
可以好比说比较多的用那个智能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然后那个自动化的，然后那什么什么，对吧？用这种产品，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团队应该好好考虑，就是说，如果要回到一切都要由美国自己生产，这个中国当然现在是用一个党国体制完成了，对吧？但是它本身里面的问题是大的不得了，里面那个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是不得了的，对吧？那么美国绝对不要再犯这个错误。